看房子当天你会下定吗？为什么当天下定就要被人家酸？先说结论，就你都准备的好好的，你就准备一个检核表都打勾，为什么不能当天下定？你当天下定或下卧有什么问题？你先卡住别人嘛？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怎么找到适合你的房子，还没看的话你就看一下。那今天我跟你讨论另一个问题，买房子当天就下定或下斡旋好吗？这是一个粉丝传给我的新闻就你买房买得开开心心的，然后亲朋好友就说你决定得太快了，以后你会后悔了，你买贵了，然后他很不爽我是这样看这件事情就关人家屁事，人家又不会帮你缴房贷，你还在意人家的看法？人家管个屁，然后管你看几间房子之后你才要买，你看100间，然后你得到什么？他是拍拍手说好棒棒哇！你看了100间你还决定这是英明，会吗？不会嘛？他就说为什么要看到100间？为龙狼来供，你知道所以只要你看了有喜欢，你就可以买那如果是买来置产的话，你也不用喜欢只要投报率以现在的环境之下有超过4%，那当然可以赶快做决定那如果你会怕的话，那就可以使用最佳停止理论来帮你判断我讲一下这个理论最佳停止理论是数学家欧拉所提出来的。就是当你不知道要怎么下决定的时候，你可以用37%的时间来做观察期，而剩下的63%的时间来做选择期。37%观察，63%选择。在观察期的时候不做选择，在选择期的时候，只要看到比观察期更好的东西或更好的物件的时候，它就是你的最佳选择，就要选了就这样这听起来有点难没关系，我举例给你看。如果你在1年之内要买到房子我们假设你的目标是在1年以内你要买到房子，那你的做法就是这样就先把365天就乘以37%，就135天，也就是说前135天是你的观察期，观察期就一直去看，一直去看那记得不管你看到多好的房子，你都先不要买，不要买就对了然后在第136天到第365天的时候，只要你有看到任何一间房子比你在观察期看到的还要好的，就立刻买，然后之后就不要再看就不要再想了因为这个会是你在有限情报之下你能够做出的最好选择品质最好选择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人家数学家呢名留千古呢他就告诉你说，资讯不足的时候最佳解的解法就是长这样那我们就认了嘛那只要你可以选到，我们也不用是最佳解嘛，我们是稍微加的解就可以了，你就不会在半夜那边躲在那边哭哭，说为什么会做那么冲突的决定？为什么亲戚都要笑我？你就不会嘛。如果我当初有买那一间房子的话，现在就怎样怎样又怎样这个呢我们无法回溯时空那你只要相信一个事情就好，就是没有人是笨蛋没有人是笨蛋，每个人在做决定的当下都是最好的决定每个人做决定的他都是最好的决定。我不知道讲什么鸡汤这个放到房地产就真的也是这样好，我也遇到很多啦我就同个社区买了之后结果过了1.5个月有一间早知道我就买这间了错过就是错过了会怎样？我现在反观好像也还好也没有好到哪里去那我也没有差到哪里去，就这样，那就是我在1.5个月前的最佳解嘛，就是这样好，事实上没有后悔药啦，所以你要做的你自己不会后悔就可以了好，那你早一点做决定，确实是会比晚一点做决定还要好的，因为我们房地产整体在往上今天你跟屋主说你不买，过了1个月后，他又不会说，拜托赶快回来买我愿意降多少钱？不会嘛，房地产大势向上所以早点下定谈价钱，现在卡住位置再说，真的差很多所以你要知道，下定下握的时间跟经验值有关。像投资客他要买房子大概买之前功课都做得好好的，就知道说，这间房子他开多少，这个到底是太贵还是太便宜所以他功课都好好的他去看房子只是为了要对答案而已真的就对答案。所以为什么房仲很喜欢跟投资客合作，就是这个原因，他们决定很快嘛我会建议你好好培养看屋的经验，然后该出手你就出手。那怎么培养经验？刚才也跟你讲过了，就是用那个最佳停止理论去做判断，抓一个观察期毛起来看
然后观察期的时候都不能买。那等到一过观察期之后，一样你继续看，可是一旦看到比之前更好的，你就要立刻放弃，你就是决定这个之后都不看，就最佳停止理论哦。观察期不要抓太长就是观察期抓个1年，然后后面2年然后再来买，这个幅度太大了哦。好，那不要像我的一些朋友的朋友他看了房子看了10几年，到现在还在看，还没有房子这个就是观察期等于永远。那你怎么会有房子好，那台湾的房子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啊。你说你多看了10年，然后你看的房子的数量比我超过100倍，又怎么样对，所以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今天我们聊了买房子能不能当天下定或下斡旋。我的建议是，你不要理别人的说法只要你有喜欢或是投报率有超过4%，你就值得考虑。那如果你会犹豫的话，就用最佳停止理论来帮助你判断。那做法我也跟你说了，就直接讲结论1年以内你就135天观察，然后之后的时间就选择就要做决定了。好，那根据大统计的结果，这个就是一般人在情报不足的情况之下所能做出的最佳决定，最逼近的最佳解最逼近最佳解的办法就是这个了。那我也跟你分享了，你可以用最佳停止理论来培养你买房的经验，只要设定合理的观察期跟选择期，适当的时期果断出手，就可以买到好房子了。好，那最后我想问你你是否有因为犹豫而错失好房子的经验？欢迎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讲八卦讲八卦，真的就买房子这个事情我真的是建议，即使你是要自住，你最好还是培养成像投资客的习惯不是说你要成为投资客，而是你去用他们的方法，叫做看房子现场真的是去对答案的真的是去对答案的方法，真的是一条一条写下来这个地区多少钱，这个社区多少钱，以下可以收，哪个楼层不要什么，他们都有自己清清白白的。就很清楚，你知道，真的是去对答案。然后只要条件都符合，他会第一时间下斡旋。他下这个斡旋，不是说他一定要用这个价格买得到，斡旋就是要谈的意思嘛，而是他就会出他预期成交在以下的金额，先去卡住人家，这叫第一顺位。就这样，你自己去自住自助去看房子你应该常常被人家卡，就是中介会跟你讲说有另一组买方，然后现在出价什么，你就是你被卡住了所以。下斡旋这件事情是一个技法，你可以先下卡住了再说，然后你就咬死这个，然后后来被你发现有不好的东西，你就咬死就要这个价格才能够买，那你就不愿意加价，那也 OK 啊，对不对？那你就不会成交嘛，那你就会让第二顺位斡旋就爬上去了，就是这样子而已，先卡住人家房子再说，卡住这个顺位。你真的你自助的话，你也去学那个投资客的用法，去对答案的，所以清清楚楚什么东西什么价钱，哪个社区多少钱，以下全收，那以上的话通通都不能碰，就这样啊，清清白白的去弄。你自助你只是换那个条件而已，比方说一定要2房然后厕所双卫至少要1间厕所开窗，这就是你对答案的东西啊，那你就去对就是这样，然后就出一个你预期你要怎么样敢去下那个。定金或者斡旋，就是你就对价格很了解，你知道你现在在做决定是很安全的嘛？这个就要依赖什么？依赖你平常自己做的功课。像我这边没事的时候，把高雄市美术馆特区的每个案子，现在实价登录我都可以看熟了，我就会有那个 feel 啊，那个讲出就是 feel。好，那我有这个 feel当一间房子被抛出来的时候，它已经低于，然后这个不应该开这个价格，开太低了。我的直觉是什么？我的直觉不是冲去买我的直觉是这房子是不是有问题看一下是不是法拍，是不是事故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然后打电话去问，就这样啊，对啊。那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为什么不能下？然后错失良机之后，你可能就买不到了，被人家抢走了之类的。所以你就先卡定金先卡斡旋再说嘛，不是这样吗？我跟你分享。台湾人有多爱买房子，我想不需要我来说明了最后我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心得给你了，因为太多人私讯问了，那干脆拍成影片。先说结论买房置产是为了老了有房也有钱，不是为了短期炒作现在短期炒作赚不到什么钱你不要搞错了。那置产就是来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你就做个好房东，一直出租合法报税我的心得第一个，不要爱上你要用来置产的房子。
你是要自产不是要买来当传家宝的只要整洁干净，好出租，整理到出租给人家问心无愧，这样就可以了。重点是好出租不是你喜欢好出租的房子比自己喜欢要重要太多了。第二点，不要用自住的眼光来挑选你要出租的房子就你是要出租你不是要自己住所以什么高楼层有景观其实这种条件是很好，但它没办法让你的租金多收1万块2万块租金租的是行情跟你房子的总价没什么关系那3房平车就是3房平车的租金行情，2房没车位就是2房没车位的租金行情，所以你打定主意你是要自产，那你更好的选择是你看中一个社区，那个社区里面的什么低楼层面中庭这种房子，因为同个社区高楼层同样的房型你跟它租金差不到3000块，可是你买的总价可以便宜个100万以上那投报自然会高人家很多嘛，自产就是选这个才比较合理。等一下你是不是想要反驳我？好，那你就去挑高楼层有景观，那总价比人家买超过贵100万，然后跟低楼层面中庭的包租公收其实差不多的租金都可以你爽就好。第三点，非常具有潜力的房子往往都很反直觉可是那个才是好东西。也就是说，好的自产物件就中古电梯大楼那个室内又脏又乱，漏水壁癌直接起来其实这种我们最喜欢了，反正总归都是要花钱整理的嘛不如屋主你就不要整理，你就卖我便宜，让我们自己整理就好了真的我们认为的好东西其实带你去看你都不敢买我们看到广告里面写什么全新整理，这个就兴趣就少了80%，这个要讲不完总之就是说，自产物件它其实都是反直觉的，它的卖相都不好就是因为它卖相不好，因为它烂，所以它总价才低，它总价低，投报才高那新手很容易不小心去买到那种贵松松的漂亮房子，那变成说它有涨没错可是它涨的空间也不大那老鸟大概都买好地段没整理的烂房子，什么屋龄20几年然后漏水又壁癌就 OK 这个没办法训练这是心魔你只能够自己真枪实弹去练习几次你就会懂了，就跟我当初一样那像我们现在看到屋况不够烂，我会觉得很可惜你要自产，你就是要总价低嘛。同一个社区里面总价低的房子往往都是那没整理条件不好什么低楼层面中庭那自住客门一打开，他乱糟糟的，他就摇摇头不喜欢。可是自产客杀杀价就买下来，再花几十万整理到 IKEA 风该换的都换，都整理到问心无愧，然后长期出租，其实它投报率更好这个就是我说适合自产的房子它乍看之下它都很反直觉以上我的赖最常被问就这3点所以就第一个，不要爱上你是要用来自产的房子；第二个，不要用自住的眼光来挑房子第三个，适合自产的房子它都很反直觉最后我看好高雄你看我影片那么久你也知道高雄超棒，高雄不止台积电，未来的影片我也会陆陆续续介绍各项重大建设。自产高雄就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因为我跟店长配合超久了那非常的尽心负责。那他们也有长期合作的装潢、整理、出租反正自产高雄我就推荐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现在就加他们的 LINE 买房阿元观众专用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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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请助理立刻丢几个适合自产的房子给你看。记得炒房不好，不要炒房，长期自产出租，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做个好房东。因为买房阿元自产高雄，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